我觉得啊，最好还是把小韩给请回来。第一呢，可以立刻解决公司现在在设计上面临的问题，行之有效。第二，防止他被其他的公司给挖过去了，那样就会对我们形成更大的威胁。您说呢？眼下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，你去办吧。散会。去哪儿玩了？咱们一会儿。你姐呢？她说她马上来了。芊芊，芊芊，哎，赶紧吃饭。啊，快过来吃饭！哎呦，今天安排我们去哪儿玩呀？姐，你咋了？你眼睛怎么肿了？你哭了？哎，来，先坐下，坐下。芊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今天咱们得从这儿搬走。怎么了？我跟他分手了，然后就不能住在这儿，得回我那儿住。还有，车也得还。没事儿，女儿，还就还。你爸坐那车，还晕车呢。我早就不想坐了。没事啊。就是，我也不喜欢这房子。我找个指甲刀啊，我还得楼上楼下的到处跑，这一天要跑好几回，我这腿都快跑断了。哎呀妈，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姐，是不是？如果真是他欺负你了，你告诉姑父，姑父一定不辜负你，我揍死他。姑父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两个吧，就是想法不一样，就没法在一起了。是啊，不合适就不合适，谁还离不了谁。来，吃饭吃饭。闺女儿，没事儿没事儿。这些天呢，我们该去的地方都去了，也该回家了啊。不就有俩臭钱吗？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姑，别那么说他。都别说了，都别说了，听我的，啊，咱们收拾收东西，今天就回去。闺女儿，你看，你职也辞了，房也退了，要是不想在这个地方待着，就跟我们一起回去，回家。咱回去。是啊，芊芊，我们这几天吧，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。芊芊，你啥都甭怕，你爸你妈呀都为你打算好了。是，有这大家的人呢，天塌不了。爸妈，姑父，我不是不想跟你们回去，但是我不能这么回去。我在这儿有我的工作，有我的朋友，我不能因为一个不合适的人就丢了这一切呀！我不开心。对，闺女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赶紧的去上班吧。是呀，女儿，这地球离了谁都转，该吃吃，该喝喝吧。来，快吃。一会儿收拾东西，咱们就回去了。来，快吃，吃饭，先吃饭。女儿，吃饭啊。你好，你好，麻烦帮我把这2把钥匙交给你们侯志荣侯总。车呢，我已经停在地下车库了。好的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你什么都不需要说，给他就好。好的。
赵总好。赵总好。赵总好。哎，你这什么情况啊？我要收回辞职报告，辞职的决定太草率了。我同意你收回你的辞职申请。谢谢赵总。我也相信，你一定会找到一位真正对你好的人。1个月事假的事不变，咱们善始善终，啊，把家人送回去之后再来上班。赵总，假期不需要了，家人已经回去了，我要求回来上班。只有在这儿，我才能找到归属感；只有在这儿，我才能找到内心的力量。报告，要求恢复训练。30分钟后，队员列行训练就要开始了。怎么样，钱教官？跟我跑跑，先热热身。是。走。赵总，我还有个要求，那个宿舍给我住2天呗，我找到房子以后马上就搬走。哎，我说钱教官，你占公司便宜，你没够啊你！啊！哎呀，不是，赵总，不是赵。亲爱的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你为什么要藏起来？为什么要拉黑我？为什么不回我邮件？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不要这么折磨我，我都快担心死了。没有你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把文件交给一个白发老人。街头暗号：打倒老渣男。
等会儿，那个你是不是？什么呀？啊，大爷！大爷！哎呀，还真是您哈！就是你大爷，我怎么了？哎，您这是来哪出啊？你能不能扯轻点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化妆成这样，还不是为了不让你难堪？坑自己朋友老爹的钱，你让我认出来，你不嫌丢人啊？得，您还是为了我是吧？这破事儿您说的还挺硬气。行，咱谁也不说谁啊，差不多半斤8两。行了，那就别废话了。你这小兔崽子跑得还挺快。那就得了，找一地儿一块吃口，好好聊聊吧。等，大哥，虽然我很饿，但是我不想跟你吃饭。咱不是一路人，我是正义的使者，您是奸细叛徒。弟弟，你叛变小猴，我叛变老猴，是一回事儿，知道吗？不是一回事儿。我对侯爵没什么，我就针对那只老渣男。老渣男，哎，我想听听到底他怎么渣了。哎，真的，告诉我，那样的话我可以帮你啊。大爷，您现在就是很帮我了。不愿意扯，那就算了，走吧，各回各家。等会儿，我说您很帮我，这就是跟您客套一下。客套归客套啊，剩下那20万你得赶紧给我。放心，人给我钱，我一定会给你。只要你想着要钱，办事儿就一定会靠谱的。靠谱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出发。走着。哎，你包不拿吗？我来。走着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？你帮我找一下胡总。哦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。哦，那不好意思，胡总今天全安排满了。你跟他说侯爵找他，我们认识。哦，好，您稍等。还挺麻烦。哎，胡总。哎呀，果然是你啊！是，我还以为重名重姓呢。没有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是我助理51。胡总好。你好，来坐吧。上次见你还是出国之前呢。哎，短短几年不见你，现在都成大设计师了。也没有，谈不上设计师。我毕业之后就一直在我爸公司。然后自己也没做什么独立项目，所以算不上设计师。哟，这么谦虚啊，比你老爸还谦虚。哎，他最近怎么样啊？还挺好的。
最近行业内的一些聚会，我都没时间参加，一直在出差。有些问题，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啊。没事，您问。你老爸的公司是我们行业内数一数二的，比我这小公司大多了，拿到的工程也都是一流的。很多设计师想进都进不去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主要是想出来自己锻炼锻炼。我爸公司虽然大，这个都说背靠大树好乘凉，但是也晒不着太阳了，也经历不了风雨。我想多经历一经历，然后让自己成长一点。哟，不错呀，志存高远，要给你鼓掌。谢谢胡总。说吧，有什么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。胡总是这样，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，然后我现在还在筹备。对了，我有一些，我的作品，还有我上学时候设计的一些作业都在这里边，您都看看，都留您这儿。可以，回头我仔细看看。我这次来，我是想跟您说，我从志荣建设出来了，我现在独立了，啊，单独干了。您后面有什么小的招标项目想着我点儿，让我参与投标就行。你放心，侯志荣的儿子，我一定照顾。别，胡总，我凭实力争取，您给我机会就行。哟，说你是侯志荣的儿子还不高兴啦？也没有。好，有志气，这点儿也随你老爸。难得你在创业的时候还能想到我，我一定会留意。哎，你现在这公司在哪儿呀？有几个人？我公司现在，我先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，这不都刚起步嘛，然后规模也不大，公司现在暂时就我们2个人。哦，那不错，哎，不错不错。行，那我知道了。这样，我这公司啊，规模也不算大，接到了案子啊也不多，别在我这一棵树上吊死，你们再出去多走动走动。哦，是，我这回来也就是也来看看您嘛，然后我等一下还约了那个彭总的公司啊。那就太好了，多跟彭总聊一聊啊。行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哎，成好啊。哎，那您忙，那我就先走了，胡总。好。一口一个侯志荣，你说要不说这3个字，他是不是话都不会说了？这本来就是你老爸的关系，离不开他也是正常。什么时候能摆脱我爸这光环呢？太要命了！设计师是靠作品说话的，在没有作品之前，你只能是你老爸的作品。你这还挺有道理说的。咱俩今天打车走吧，不挤公交。打什么车？地铁就在前面呢，走吧。进来。胡总，我有个朋友是志荣公司马友马总的秘书，我刚打听了一下，他听马总说是侯志荣认为侯爵太不争气，不准备把公司交给他，侯爵一气之下才走的。他还让我千万别告诉别人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彭总啊，侯爵去你那儿了吗？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呀，有点复杂，你帮我分析分析。哎，彭总，哎，我到楼下了已经。啊，这么急啊？下次也行啊，没问题，我没问题。好嘞，好嘞。
他说他要出差。那怎么办啊？来都来了，上去看看吧。走吧。你好。你好。我跟彭总约好了，我叫侯爵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好的，您跟我来。进来。彭总，侯爵来了。彭总，彭总，你还没走，这太好了。不是跟你说了，回头再联系吗？啊？是我不是怕后面碰不见你吗？我这有个方案，我想赶紧来跟你看看。你呀，真的是跟你爸一个样，哎，喜欢把边逼到墙角。出差啊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回头再联系。这你都听不明白吗？我听明白了，我怕后面你没时间，我特别着急，我想赶紧给您看一看。哎呀，真是个愣头青呢。这样吧，干脆我直接跟你说了算了。我根本不出差，只是不想见你。侯局看在我跟你爸曾经同过学的份上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你熟悉的那些公司，他们都不会雇你的。阿玛，我不想泄露自己公司的机密。我这样说够明白了吧？啊？扔了它能解决问题吗？我就不信所有公司都忌惮你老爸。忌惮我老爸就能不尊重我吗？这是我的作品，我的心血，因为他是我爸，人家看都不看，当成垃圾啊！有这样爸有什么好？真的假的，爸？太爽了，报应终于来了。哎，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。知道了啊，拜。咋了呀？啥事儿啊？这么开心？我很久没有这么爽过了。快说呀，到底怎么了？侯爵跟他爸闹翻了，他已经被他爸赶出来了。他现在身无分文，正在挨家挨户的找活干。可惜他求爷告奶奶，完全没有人愿意给他活。我这听着怎么这么解气呢？当然，就凭他喜欢他那个保镖，他也够 low 的了，活该。姐妹们，我现在有个想法。你说。我想去看看他现在什么样。好主意，我一听你这计划，我瞬间都不累了。咱走吧。走，完全 OK。再叫几个人，走。好，我要去看他落魄的样子。你贴了什么？你自己看是不是狗啃的？你给我干行活呢是不是？老板，自己舍不得钱不去贴膜店贴，叫我贴，我哪儿贴的好啊？舍得对，行，那贴膜钱从你这个月工资里扣啊。我贴还不行吗？越来越油，跟天哥学的是不是？你把那牌子露出来。海星买新车啦？
2手的。我看呀，怎么也是8手。这海星就是喜欢折腾，把车贴得花里胡哨的。你看一眼谁来了？我知道，他刚刚微信我了，热烈欢迎啊！哎，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你们几位用餐呀？侯爵在这儿吗？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几位美女找侯爵有何贵干啊？带我找他去。这边去，小心。这啥？小心台阶。太破了吧？你说真的挺 low 的。哎，慢，小心。好，快来。我看这谁呀？看看。好久不见。来，进来坐。进来啊！哎，来。哎呀，这什么味儿啊？这怎么有发霉的味儿呢？发霉的味儿。哪有是没味儿？是。你们自己坐啊。你就睡这床，应该都没你人高吧？够你睡吗？我平时折着睡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我说你脑子进水了还是想不开啊？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你干嘛在这体验生活啊？这我不是丰富人生吗？在这。他真太寒酸了。寒酸吗？我这自己布置的，我觉得还挺好，挺温馨的。行，你自己喜欢就行，知足常乐。我今天也不是来寒碜你，主要是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，Coco、Lily， 你见过？哎，你好。这3位呢，是我今天要给你介绍的重要人物，要给你牵个线搭个桥，是飞翔集团董事长的3位公子，大飞、二飞、3飞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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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雪中送炭，感不感动啊？非常感动，大老远的。毕竟咱俩是有这么深厚的情谊，是不是？啊？忘了跟你们说了，我呀差一丁点儿就成了这位侯大公子的女朋友了。哎呦啊！我要是当时没有看明白啊，这就是我的床，我就要天天在楼下餐厅吃饭了。对，当时幸亏这个陈大小姐及时醒悟啊，才没有落入我的魔爪。哪有啊，这是你侯大公子的不娶之恩，感恩的心。成龙！走了。来，走。不坐一会儿了？自己待着吧。地方呀。这怎么能给我床给坐塌了呢？真不争气。真没想到啊！没想到什么？
你呀，有勇气，愿意他来。我是看看我的抗压能力怎么样。结果呢？结果好像不怎么样啊。照现在看，他们过的生活，我如果想过上的话，靠我自己努力一辈子也不够。那就是你以前的生活，只要你想回去，随时都可以。我不回去，我也回不去。现在我又走进了一个死角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懂我心情吗？前面后面都是路，但是我哪条都走不通。在公司吗？帮我个忙。哎，马总，侯总不在。上哪儿去了？侯总在天台呢。侯总，小韩回复了，他说他不想回来，他要去旅行。等了他2天，居然给我这么一个答复。是啊，什么东西呀？再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，只要他愿意回来，希望他出去旅游，公司报销。不是他是今天的飞机。我不管他是今天还是哪天，你必须把他给我找回来，不能让他走。侯总，对不起，我真做不到。他不听我的。我明白了，我来给他打，他还臭来劲了。喂，侯总。喂，小韩啊，我是侯志荣啊。马总说，他已经给你打过电话了，是吧？哎呀，上回丢方案那个事儿，我正在气头上，所以错怪你了。你可千万不能往心里去啊！我侯志荣现在郑重地向你道歉，并且真诚地希望你能够回来，好不好？侯总啊，您言重了。道歉谈不上的，其实那次吧，我也真的太激动了，我还想着找个时间给您道歉呢。小韩啊，你知道，瑞吉酒店对设计师来说，那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国际级的大项目啊！很多设计师这一辈子，也许都碰不上一回。能够完成这个项目，对你、对我、对公司来说，意义非常的重大，明白吗？还有啊，你可能也已经听说了，侯爵已经离开公司了。他的离开，跟你完全是不一样。他离开就离开吧，虽然说他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但是我绝对不会给他打一个电话劝他回来。你就不一样了，你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责任心、有才华的极具潜力的优秀的设计师。你在我的眼里就像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子一样。虽然说我侯志荣这个人平时不太表人，但是你在我心中的位置，那绝对是无可替代的，明白吗，小韩？所以啊，我希望你做工作呢能够善始善终。公司啊现在压力很大，我的压力也很大，我们都需要你啊。那个侯总啊，谢谢你的信任，可是。哎呀，小韩，就不要可是了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围山九仞，千万不能功亏一篑呀！你说呢，小韩？公司的全体员工都盼着你能够回来，我在公司等你，啊，那就先这样了。不过侯总啊，喂，
喂。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走走走走，走吧。干嘛？这太带感了吧？这个大机车是不是？哎，看着点儿啊！干嘛呢？弄他一身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要是会骑就好。你可以啊，来试试。你可以吗？来，有点高啊，这个。我扶着你，慢点啊。这感觉不一样啊！这应该。干嘛呢你？这多重你知道吗？压你腿怎么办？多亏你，这车给他俩真的白瞎了。给你就不瞎呀？给我，帅不帅？嘿，这车不错，大机车配我，如何？配你一般。不是想出去兜风吗？这个最合适了。给，拿着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带你兜兜风。带你兜兜风啊！下来吧。上车吧。好好的啊，赶紧进去吃口东西吧。我不吃，你注意安全。站着呀，注意安全啊，搂点腰。哎，慢点开啊，重。都会带上。按秩序下哈。来，我们到了，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，不要拉在车上啊。来排队，拿着排好队，好吧？来，你下，我来拿来，哎，好。来，大家带好自己随身物品，不要拉下，检查一下有没有拉下东西。我们是出发口登记口的。哎，哥们儿。啊？哎，大家跟上啊！后面的不要掉队，跟上。干嘛？给你了。给我？你拿着吧。谢谢。大家跟上啊！我亲自给你做的爱心海星炒饭，尝一尝。你自己做的？嗯。这也太可爱了，还有个小笑脸。这个他们都没见过，专属的。好香啊！尝尝。还行吧。嗯，很好吃啊。哎呀，以后你想吃啊，你就随时来，想吃什么我给你做，你就把这当自己家一样就行。多少钱？我给你钱啊。哎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你说这不伤感情吗？我都不舍得把它给弄坏了。没事，要不然你就点蒜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炒饭要就了蒜，天下无敌。还行吧。嗯，很好吃啊。哎呀，以后你想吃啊，你就随时来，想吃什么我给你做，你就把这当自己家一样就行。多少钱？我给你钱啊。哎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你说这不伤感情吗？我都不舍得把它给弄坏了。没事，要不然你就点蒜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炒饭要就了蒜，天下无敌。蒜，我给你拿个啊。
你别在这晃了啊！去给我拿瓣蒜去，快去！去！还真像个老板啊，跟自己家员工说话像个爷们儿。我跟谁说话都挺爷们儿的吧？说到这个吃蒜啊，为什么要吃蒜呢？因为古话说得好，叫吃饭不吃蒜，基本算白干。你们家这员工脾气跟蒜挺像的。等这两天家里有事吧。我给你包一个蒜吃吃啊。不用，我不吃。哎，别，我这蒜都是新蒜。我不吃蒜，你别给我包蒜。没事，我不吃蒜。哎呀，我说了，我不吃蒜。行，谢谢啊。哎，那你看你还要不要加点什么？那你再给我加点那个辣椒吧。行，好。啊，我还是自己给你拿吧。我们那师傅成都人，那辣酱特别好吃，我就给你拿啊。半分钟。服务员，买单。25。啊，不用找了。说什么不用找？自己很有钱似的，浪费粮食，吃2颗就不吃。酱来喽！哎，人呢？上厕所了？走了。你是不是胡说八道了？我怎么就胡说八道了啊？哦，他问我多少钱，我说25，然后他要走，拦不着我，我还得拦着他不让他走了。你还收人钱了是吗？开门做生意，谁能不收钱啊？哎呀，你还学会顶嘴？你看你这态度，我跟你讲过什么？顾客是上帝，他比上帝还大，你知道吗？哼，他是上帝，行，他要是上帝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阎王，知道吧？我就是阎王。哎呀，你这造反，不想干了是不是？就不想干了，了不起啊？消失。行，再见。再也不见。可是给他能耐了。5、4、3、2、1。哎呀，还真生气了。体育大学啊？没错，我5项。来这儿干嘛呀？进去就知道了，走吧。回忆青山。你训练在这儿？没错，以前每天在这训练。拿着。干嘛呀？想用这个激励我？我不需要激励，我没什么事，我就是累了，想休息休息。没说要激励你，上来感受一下。
干嘛？带上。来，你可轻点啊！以前打过拳吗？特别厉害。没事吧？我还没准备好，你没动手了。好，起来，那就准备好。没出血吧？还没，我手下留情呢。哎呀，真打我啊？啊？打你不很疼啊？来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个拳台上，只要我们走上来，心里就没有输这个字。每次被打倒，都要想办法怎么爬起来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有赢的机会。人生也是一样的，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。如果你遇到点挫折你就放弃，那你永远都不会成功。就像人掉在水里不会死，待在水里才会死。你只有游，不停地一直往前游。有些人呢，从一开始就放弃了，他不会失败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失败了。其实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害怕失败。我没有想放弃啊，我就是累了，休息休息。来呀！单挑啊！小韩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你这是？我来上班。我就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这肯定不能是你干的呀。当然不是我干的，不过呢，侯总他们也调查清楚了，那我这儿就一笔勾销了呗。太好了，侯总是叫你回来改标书吧？对。哎，太好了！哎，小韩，这次就只有你出马了，我们大伙可全都靠你了。谢谢。你回来我们就有希望了。你可不知道，侯总给我们发的脾气那叫一个大呀！对呀，我当时就特想喝口战马，用100米冲刺我跑出去。高总监，侯总交代他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饭局，要晚一点才能回来。他说让您务必在办公室等他。啊，好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辛苦了。哎，你这是有什么玩意儿？可以啊。别闹了，还生啥呀？再生董事长啊！让我们以最小声的掌声欢迎包总监回归。谢谢。行了，忙去吧啊！哎。
哎呀，我们就在桥头上，你到哪儿了吗？哪个桥头？我这不在桥头吗？我都桥头啊！我这在桥哪个桥头？就在这儿。哎呀，你瞎的说。哎呀，我说娃娃呀，你这样想，哎，就算你要走嘛，你把工资领了再走噻，你不能说1分钱不得。你说你能上哪儿去呢？我才不稀罕那点工钱呢。行，行，你说的啊，那你可千万别说老板我拖欠员工工资啊，这事我真干得出来，我1分都不给啊。不给就不给。娃娃，这个钱呢是小事，你说你今天晚上住哪儿？那我就去找我老乡去那地下室挤一挤。海星同志啊，来，麻烦你站起来。哎，你能不能严肃的给娃娃同志道个歉？哎呀，这个娃娃同志，今天呢，可能你心情也不好，你老板语气有点过，在这儿呢给你道了个歉啊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别生气啦，走了，回去吧。呀！能让我回去行，那以后再也不许为了那个又妖艳又会武功的女的骂我。娃娃，要尊重人啊，那是我朋友，很重要的朋友。什么叫那女的？反正你知道我说的是谁。哎，你这孩子是不是蹬鼻子上脸啊？我这歉也给你道了，你怎么能那么说人家呢？我就说。好了，鱼，一人少说一句行不行？哎，少说一句。娃娃同志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你是我见过的女娃子里面长得最漂亮的，其他那些女的，就是胭脂俗粉。前2天他那调料没少往脸上抹。海星，你也少说2句。行，你懂不起，娃娃，去，你懂不起说你。哎，行了，我错了，好吧，回去让天哥给你炒一盘海星炒饭，好了，加2份肉。我亲自给你炒，行了吧？加2蛋。走了，回去。哎，这不就完了？就走了？哎，等下我噻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表彰大会，为获得2等功的51队员颁奖。51队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遇到险情，临危不惧，不顾个人安危，保护了客户的安全。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，客户的安全就是一切。可是，每当我看到自己的队员为了保护客户的安全而受伤的时候，我是又高兴又难过。高兴的是，你们都很好的履行了自己的职责；难过的是，我真不想你们受伤。你们都像是我的孩子，每当看到自己孩子受伤的时候，我这心里真的很疼。但是，敢于牺牲自己，救助他人，这恰恰是我们职业的神圣之处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每一位，因为你们都在努力地践行自己的职责，是你们让我们的职业充满着无限荣光，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。51队员，出列。是。请上台领奖。
从今天起，51队员从3星晋升为4星队员。51队员，跟大家说2句。是。首先，感谢公司给我这个荣誉。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我父母也在问。你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别人的生命，这么做值不值得？我相信我的战友们，你们也曾经被问到过这样的问题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没有正面回答过。但是今天，我想我找到答案了。我们从事的这个职业，根本不需要考虑值不值得这个问题，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。是的，我挡在客户和危险之间，是我的职责所在，也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誉。我爱我的职业，为此我会继续努力，不辱使命。颁奖大会到此结束。哎，那个赵总，等会儿，我想说2句。侯先生，你是想在下面说呢，还是到台上来？我上去说。大家好啊，我是侯爵，我就是这个51的客户啊。51这次就是为了保护我受伤的。我感觉特别的非常的感谢啊。其实这次吧，情况发生的特别突然，他完全可以大喊一声小心呀，或者是趴下呀，就可以躲过去啊。他喊出来这一声，他的职责就已经做到了，但是他没有，他不顾自己安危的冲了上来，对，把我扑倒在地，保护住我。我在这儿，我还是想跟51说一声感谢，我也代表我的家人跟51表示感谢。51，谢谢你。我从事的这份职业，从来不需要考虑值不值得。这句话说得太好了。干我们这行肯定不能考虑值不值得，要不然怎么保护客户？你们做救援不也一样吗？是，没错，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价值去衡量的，对吧？这也是我跟我爸之间最大的分歧。他老是把所有事儿都贴上价签，当生意去做。我从事的这份职业，从来不需要考虑值不值得。哎，去吧。不去。去吧。不去。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你能不能去啊？我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我跟我同学都说好了，人家听你的条件觉得特别满意，很希望你去，突然不去了，也太不给人面子了吧？
我给他什么面子呀？啊，我连里子都没了，我给他面子，谁给我面子？人家正好缺一个英文的代课老师，你不也没事吗？白天去找找项目，研究设计，晚上就上2节课，赚点外快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他缺老师，我就当老师啊。他要缺厨师呢？再说我还缺女朋友呢，能不给我介绍一个？哎，我跟你说，那儿补课的女学生都特别漂亮，我保证你去了就不想走，真的。不是女学生特别漂亮，你别拿这事诱惑我好不好？那女学生再漂亮，那当老师多难啊！我上台讲什么呀？我总不能上台讲设计啊，我讲画图，你们听睡着了？你可以用英语上台讲讲你的泡妞经历，他们肯定爱听。那我还怎么泡他们？哎呀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证明你自己，你有本事可以赚到钱，虽然钱少了一点，但是至少是个开始啊。想想。赚钱那就赚钱呗。但是我去上课行啊，你在门口等着我，你别进去。为什么？我看着你不好意思啊。那可不行，我肯定要进去，而且我还必须坐在第1排，我要双手托腮，然后认真的听你讲课，记笔记。侯总，盛爷这老狐狸打的什么算盘？最近老压着咱们的货。我跟你说啊，盛爷现在把生意、利益什么东西都看淡了，唯独没看淡的，就是他那个宝贝女儿。谁要是让他那宝贝女儿不开心了，他一定会让这个人更不开心。侯爵算是撞到枪口上了，中弹的却是我。侯总，您要是这么说，那我觉得你心里还是有底。有底？我有什么底啊？我有底还跟你商量啊？咱们现在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得赶紧想想别的办法。啊？我已经联系上了，你放心吧。弄巧成拙。当时啊，刚去国外，大家语言都不是很好，然后自己学了一点点英语，觉得自己还可以跟人交流，就跑去跟老师交流。但是我们讲这些话题讲着讲着，老师说：“Oh, go ahead。”他的意思是 “Please continue”，让我继续说下去的。但是我当时一听要 “go ahead”， 这不是去你个头吗？我说老师你怎么可以这么讲话，对吧？所以刚到国外就是会出现很多这种语言上的笑话啊。但是在学英语这件事上 ，What'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English？ 我觉得是语法。等语。对对对，这些都是在我们学英文的初期特别讨厌、特别枯燥的一些环节。但是学到后面，你会发现，其实这些不是最难的，最难的是哪2个词？是这2个词 ：yes 和 no。为什么说这2个单词很难？不是因为它们有多难拼写、多难读，是因为这2个词很难理解。怎么说很难理解呢？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啊，我喜欢上一个女孩，我要去跟她表白，我说 ，Would you be my girlfriend? Would you be my girlfriend? 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？她怎么讲 ？Yes. 当然是 yes 啊，老师你那么 handsome， 他不 yes， 我 yes。我也觉得她应该说 yes， 但是这时候 she said no。她说不，她说我不要，她拒绝了我。But why？ 她说 because of her job， 因为她的工作，她拒绝了我的情感。
所以我又问他 ，So you won't be my girlfriend？ 那你不想做我女朋友，是吗？这时候他怎么说？刚才真是饿了。哎，你给我炒一份。你别吃了，你这怎么能不供饭吗？你别吃，大晚上的，交代多少次记不住，这都没人了，就浪。你看你薅的，我吃一口小饭要你命了。你先喝点水吧啊！我不喝。哎呀，你快喝点吧，今天说那么多话，看。哎，大表姐你不饿吗？我不吃，我不饿。你看人家，这小子今天表现怎么样？你看他那样，你还看不出来啊？不咋地。特别好，真的。他不当老师可惜了。他上课特别有感染力，大家特别喜欢听他听课。哎呀，我听你这个形容，你这个状态，你是不是有点爱上我了？别没正经的，你在这。谁没正经？我跟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的是那种爱，学生对老师那种爱，他渴望知识的，每天纯洁的仰慕。你看他美的。今天那2个小时算不算钱啊？算，当然算了。周六周日各1节课，每个课时呢200，4月的10号结账。我说什么来着？钱都不是问题，这不就挣了吗？孩子长大了呀，我很欣慰啊。欣慰什么？炒饭去，奖励你一盘。你真吃啊？给你的。哎呀，这咖啡是越来越难喝了。晨晨越来越慢了。他哪次不这样啊？哎呦，可算来了。来，你看这小腿，这小高跟鞋。能不能不说了 ？Cappuccino please。哎，昨天晚上你爸特意给你安排的设计师专场怎么样啊？一个极其无聊的夜晚。你不会一个都没看上吧？这要求也忒高了吧？不是我要求高，一个个的都分不清谁是谁，太没劲了。哎呦，那个可以吧？真可以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哎，晨晨，我说你是不是也得了爱情病了呀？越是得不到的就越想要。你可别把侯爵跟所有人比啊！要我看，哪个男人都比他强，比他有出息。我知道，我不是说他有多好，我不知道我怎么了，就因为他不一样吧，可能。哎，那他后来联系你了吗？我说这个男的被他老爸赶出来了，居然什么都没带，就带了个女跟班。我看他脑子肯定是进水了。我看你呀，也甭搭理他了，就让他跟那女的窝在他的小屋里面相亲相爱去吧。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？一提那女的我生气。我跟你说啊，侯爵这种人我见的太多了，他就是典型的爱上还没开发呢。见谁离得近，顺手就拉过来了，段位太低，根本就配不上你。太低，那就不能让我来开发他吗？你开发不了，我跟你说了，他根本就没有见过咱们这样上档次的姑娘。你赶紧把你那衣服给我弄好，太上档次。你可太上档次了，所有人见你都会被你吓跑了吧？动真格啦！爱情啊，晨晨，哎呦，爱情。看什么看？好喝，真好喝。是。哦，还没回来。成，我不急。那等您回来，我们通电话。好的。谢谢啊。怎么了？还没回国？找个借口吧，应该是不想见我。习惯了。
陈大小姐，什么指示啊？赶紧下楼，我在餐馆门口呢。干嘛呀？下来吧，拜。晨晨来了，不知道要闹什么幺蛾子，我去看看去啊，不走远。陈大小姐啊，怎么着？你的贴身保姆没跟着呀？什么事儿？我是挺忙的。忙啊？那就说找你设计书吧也没时间了。别逗我。谁逗你了？我跟你说真的呢。那我也跟你说个真的，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，我设计过一个大型书店，里边又能喝咖啡又能购物，但是黄了这项目。那就整好了。我深圳一朋友要开书吧，叫我给他推荐人呢，找了8个人他都不满意。你要试试吗？你找那么多人都不行，找我干嘛？因为你优秀啊。主要还是因为你是我认识的人里混得最惨的，别人都不稀罕这个小机会。那你这么说，我还真就挺稀罕这个机会的。那就这么着了，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，你准备好方案，然后机票我给你订，就当扶贫了。那你这次扶贫还是非常精准的呀。必须的。这么着急吗？明天就要走？怎么着啊？你都混成这样了，还指望着事事顺你的心啊？我问问还不行吗？那他们都需要我准备什么呀？就方案好，别的什么都不需要。就方案好啊。嗯哼。那我就回去多准备几套方案呗。啊，行了，谢了啊。就真想谢我，就别让我再看见整天跟着你的保姆。谢。看见他就烦。拜。告诉你不准带他去啊。那个，晨晨给我找了一个工作机会，明天我可能要去趟深圳，但是他提了一条件，不许我跟着是吗？对，没问题。我跟赵总汇报一下，公司会安排的。好吧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什么呀？你以为我多愿意跟这个晨晨出差呢？我可惜命了。那行，那你正好去跟你们赵总说一声，你的合同应该是明天到期，那这样就等我从深圳回来，我再去你们公司帮你续约啊。你先忙你的吧。好吧，那我去准备准备。本大师闭关1天，专心设计，请勿打扰。追逐远方的笛，风吹起了想象。如果有一天迷失方向，泪光映出点点星光，沉睡在海中央，只盼有一天不再悲伤。那一道光给予我重生的希
是最初的信仰，爱无声无息流淌，直到有一天不再彷徨。那里有光，带着希望奔向远方，那是幸福，是最美好的信篇章，那是灵魂与生俱来的力量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那里有光，我们一起奔向远方，那是幸福，闪耀着真爱的光芒，你就是光，照亮我心底的梦想，希望的光是最永恒的力量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在等待，从未离开的哎，白姐，牛奶热好了啊。好嘞。海星，你别弄了，钱钱说他吃完饭过来。啊，我知道。你说他来我这还吃了来，真见外。他是最怕麻烦的主儿，来了接上侯爵直接走就比较简单。那你说他路上要是饿了呢？万一没吃饱呢，是吧？有备无患，我给他带着。来，你过一下。侯爵，下来吃饭了。啊，来了，下来了。嚯，给我煎蛋了。一天没合眼，困不困？一点都不困，我现在精神好得不得了，战斗力满满。多吃点儿，补充点能量。吃完这蛋，我就更精神了。你慢点儿，来得及的。侯大公子，可以出发了吧？有。你再吃一点，没吃多少呢。